王强，今天不是咱俩结婚吗？你怎么让你妈也穿上婚纱了？而且还穿的跟我一模一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大惊小怪什么？我妈穿件婚纱怎么了？至于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小雨是不是嫌妈丢人了？那我去换掉好了。李小雨，我妈养我多不容易，知道吗？你就不能让她？让当然让，这婚谁爱结谁结，你们娘俩好好过吧。我和王强相恋2年，今天终于来选婚纱了。他妈妈也陪着，一开始还挺暖心的。哎呀，这件好，这件太漂亮了！王强，你快来看。我原本心里一甜，有种很受重视的感觉。可不等我上前，他就自顾自地拿起婚纱往自己身上比。好看不好看？你快帮我看看，美不美？好看，妈，你穿这个肯定显年轻。那是我的婚纱，她怎么能穿呢？小姐，请问您是陪这位阿姨来选购的吗？不是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我妈也是看好你，换了别人，你看她会不会搞这么隆重？可这是婚纱呀，咱们的结婚典礼上，妈穿这身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整天都在想些什么？你看不上我家就直说。干什么？这是在外边，怎么吵吵闹闹的？小雨，你有什么事不能在家说吗？这是外面，能不能稳重点儿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他却像疯了一样吼我。店里所有人都看着。这婆婆也太……我说什么了吗？都没说。旁人看向我的目光顿时就变了质，我甚至听到有人窃窃私语，评价着我，我难受死了。今天本该是高兴的日子，结果却受了这种委屈，我气得转头就走，让他们俩在这儿是个够。你看看他什么脾气？反正看样子他们也没觉得自己有错，那我还留在这儿干嘛？看婆婆试婚纱吗？我不至于这么贱。妈，王强妈妈要在婚礼上穿和我一样的婚纱，欺人太甚！我把事情和我妈说了，她也很生气，但她比我耐得住脾气。她跟老爸一合计，把之前喜笑颜开的态度全都收住了，就连来问我喜好的亲戚也碰了一鼻子灰。不急不急，还在商定。李家好像不想嫁女儿了，你倒是给小雨打个电话呀！那天不欢而散后，原以为王强冷静了，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没想到他硬着脾气等我主动道歉，一条消息电话都没有。叔叔阿姨，小雨，我错了。叔叔阿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妈也很后悔，她不敢来让我替她道歉。王强，我原谅你了。如果婆婆想穿白纱礼服，一定要提前和我说，我好换一身中式的和她错开，这样大家都不尴尬。见她表现良好，且认错态度没得挑，我也就不再揪着这事儿不放了。至此，小摩擦就过去了。我想着，婆婆应该不会再做出这种事。再说，我也好商好量的把解决方案告诉了他们，在理的人家绝不可能犯2次错误。谁成想，婚礼当天有很多仪式，我坐在婚床上，一身洁白婚纱，满脸笑容的等着王强来接我。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，长辈们笑着闹着，我妈躲在书房里哭了又哭，拉着爸爸的手不肯松开，就连一向沉默的爸爸在目送我即将踏出大门时，也紧紧抓住我的手。就回来，爸给你做主。我坐在婚车上哭花了妆，跟妆的化妆师给我补了一遍又一遍，还是赶不上我晕妆的速度，只能无奈的让我先哭个够，之后再补妆。倒是王强没什么表情，一直心不在焉，一个劲儿地拨弄着胸口的礼花。怎么了？紧张吗？有一点。小雨，咱们这就算是夫妻了是吗？做妻子的在外边全力配合丈夫，对不对？你说这干嘛？我肯定会给足你面子啊，这点你放心。那就好。幸好路上没出意外。我在房间补妆，伴娘跑去外面帮我拿水，可她回来时满脸涨红。怎么了？酒店服务员刁难你了？不是的，小雨，
我生气不是因为服务员，妈的，这算什么事儿？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家！你那个婆婆穿了一身和你一样的婚纱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掉，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疼痛下的怒火。我强忍情绪，才能勉强保持冷静。怎么办，小雨？这事太恶心人了。但这事也只能算恶心人。小雨没出场，谁也不知道其中缘由。万一别人说只是个误会呢？到时候难堪的还是小雨。要忍吗？小雨，我不想你忍。把王强找来。不管怎样，他必须给个说法。在我明确告诉他有事就得先和我商量的前提下，他还瞒着一切，让婆婆穿了婚纱恶心我。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是怎么和我说的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妈妈已经知道穿婚纱和我同台不对了，现在呢，她还和我穿同款。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婚不想结，就不结了。我也不求着你，你这么恶心我做什么？你闹够了没？小雨，穿你个婚纱怎么了？我妈抚养我长大容易吗？穿个婚纱又能说明什么？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？我不可理喻，到底是谁不可理喻？我说过没有？如果她想穿白色礼服，我就提前安排；自己穿中式绣和服，我会和她错开，保证大家都能高高兴兴过这一天。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过的话是放屁吗？还是你妈、你们全家故意的，非要让我在今天难堪，是吗？话说到这份上，已经算是撕破脸，我已经管不了其他，提起裙摆，撞开王强就要走。结个屁的婚！老娘今天已经被羞辱够了，死远点儿，别妨碍我回家。他看我动真格，说走就走，立马慌了神。小雨，大喜的日子，给我一点面子，别动不动的发脾气。滚开！老娘不干了！伴娘团见我态度坚定，立马就围了上来支持我，大家将我团团围住，不准王强靠近。小雨，跟上，跟上！我们这群人又恰好撞上了。哎呀，小雨怎么出来了？在门口迎宾的婆婆。两人婚纱 vs 婚纱，好一出婆媳同款。咱俩都穿婚纱。小雨，时间还没到，你怎么出来了呀？您今天花了不少时间穿这身婚纱吧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得到满足？大家是不是都在夸你穿得好看？今天全场的焦点全是您吧？李小雨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全场都看着呢。见我越说越不对味，王强跑过来想要把我拽走，伴娘立即出手阻拦。现场闹哄哄的，所有人都在吃瓜，我早就丢光脸了，现在还管个屁！看他们一家子装迷途的样子，我就恨得慌，伸手把头纱扯了下来，逆着人群走到婆婆面前，直接给她戴上。就穿婚纱怎么行？还得戴头纱才够味儿，这样大家才知道谁才是主角。我妈是长辈，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？还没结婚你就这么不孝，你让我妈怎么了？让，当然要让，我今儿把新郎都让出来。真敢说！听完我们对话的宾客炸开了锅，我笑着带头鼓掌，几个伴娘也开心的陪我一起。就在我很是解气的这一瞬，王强抓住机会冲上来掐了我的脖子，就是一巴掌，我没有反应过来，生生挨了。我让你气我妈！闭嘴吧你居然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要杀了你！你来啊！今天可真是大开眼界。议论声从头到尾就没停过。你个不像样的东西，趁早滚！王家不要你这种搅事精！
一把年纪了，还嘴上不积德，你在这骂谁呢？我倒要看看你王家是哪来的脸，敢这么欺负我女儿！什么垃圾一家，母子关系混乱成这样，妈不像妈，穿着人小年轻的婚纱到处窜，儿子不像儿子，没本事劝你妈就把脾气撒媳妇儿身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老子活了50几年，头一次见你这种品种的垃圾！你要真离不开你妈，今天这婚礼就给你续上。说得好，老李，祝你们俩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你们哪来的老碧罗青？安心享受你的婚礼就得了，少得便宜还卖乖。全场寂静，我躲在爸爸背后真得劲儿。亲家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从来就没有不喜欢小雨的意思，今天闹成这样，真的就只是误会。误会？你老婆都穿起婚纱喜气洋洋了，你还觉得是误会？你几千度的近视眼啊，这都能看错？还是你觉得这很正常？行啊，来，让你早嫁人的姑娘说说，她的婚礼上，婆婆是不是也穿着婚纱，在那耀武扬威的膈应人？你说！我这关我女儿什么事儿？扯一无辜的姑娘在那骂，你是不是人？一听他胡搅蛮缠，我妈就受不了了，声音拔高的怒吼：“你女儿无辜，我女儿就该遭受这一切吗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”婚礼闹得不欢而散，我爸一个电话把全村连亲带故的爷们儿都喊来了。我挺直脊背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你来呀！敢找我姐麻烦，小心你的狗腿！我嗤笑一声，瞅他那吃软怕硬的怂样，只觉得自己以前眼睛被猪屎糊了，怎么就瞧上了他？幸亏没嫁成，不然婚后能把我饿死。回去，我爸妈就包了几个梯房，好好感谢今帮我站场挺的亲戚朋友，特别是我的伴娘团，我妈每人塞了一张购物卡，拉着谢了半天。没关系了，阿姨，看王家那架势，估计后头会找人来闹闹啊。哼，谁怕谁？这一大家子男女老少没一个长脑子的，我倒要看看谁最没脸没皮。怒火消退后，只剩疲惫和委屈。我缩在被子里，小声哭了会，然后撕掉了房里所有的红喜，剪碎扔进垃圾桶。等做完这一切，我睁眼到天亮，平静地等待着王强家来算账。果不其然，一大早7点不到，门就被敲得啪啪响。我们来要回彩礼，还要赔我儿子的青春损失费。你儿子是哪只千年母鸡下的蛋就这么金贵，连青春损失费都说得出口？我家王强和你女儿谈了4年，花的精力和财力无数，凭什么不要还？也不是我说你们，你家李小雨都27、8了，老姑娘一个，要不是我们王强心善答应娶，就她这样的能嫁得出去？哦，我女儿27、8，你儿子31了，怎么不说？要不是和你们家的狗东西谈了4年了，我女儿至于蹉跎到这个年龄吗？你们还有脸要赔偿？我赔你一口痰，要不要啊你？你怎么这么没素质？幸亏没娶，就这种家教，我们王家可要不起。我妈挽起袖子，我呸！家教和素质是对人讲的，你们是人吗？声音越说越大，眼看着要动起手来。你要是个男人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；要是个怂包，你就由着你老婆在这儿继续，我没意见。推出来做代表的王强爸认真酝酿情绪。我是真的把小雨当闺女看，也真的希望她和王强过得好。昨儿闹的那出，我从头看到尾，错在我们，这事儿没得说。老王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哪儿错了？闭嘴！怪我不该由着你性子。你看看你闹出多大的笑话来！我比王强他妈大7岁，平日里算是一直哄着他，把他捧得有些骄纵。昨天他穿婚纱，真的就只是想穿漂亮点，没有其他意思。他就是一根筋，做事脑子不过弯，你们别怪他好吗？他越说态度越低，最后都把自己摆到尘埃里，前所未有的自贬。叔叔，
王强要是能学到您3成功力，想来我已经傻乎乎的嫁过去了吧？你们这一家人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配合的倒是默契。您是到今日才把话解释完，是什么意思？哪来什么误会不误会？我可不相信有哪个40、50岁的女人是抱着单纯爱美的心思，和儿媳在婚礼上同穿婚纱。更不相信哪个养家糊口的男人，连儿子婚礼上老婆穿婚纱，对不对都不清楚，把谁当傻子呢？我笑了笑，主动把彩礼那张卡递给他。下马威就下马威，我不接就是，何必自打嘴巴？我又不在乎。此话一出，他爸脸青了，爸妈反应过来，立即和我站在一边。请吧。我爸礼貌又客气的把他们请出家门，这事按理来说算是告一段落。爸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站在门口，看到他们落荒而逃，各自退婚，再相看人家就是，没必要闹得太难看。可王强不这么想，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，全家丢了面子，于是一则匿名投稿发到了网上，标题为“满婆婆穿得比自己隆重，某某是一女子在婚礼现场大打”。我一夜之间被推上风口浪尖，私信彻底沦陷。有人嘲讽我27、8还胡闹，甚至辱骂我的父母。那几天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里想了很久，甚至一度自我怀疑。但我左思右想，始终认定自己没有半点过错。有些人骨子里自私狭隘，只会颠倒黑白。我选择了报警。在周围人指指点点的目光里，我坦然走进小区事务所。我要报警，有人在网上散播我的隐私，造谣诽谤。别急，慢慢说。证据有吗？有。回家等消息。才过2天，先接到了王强的骚扰威胁电话。你是不是报警了？要是我丢了工作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恶意造谣、私自散播他人隐私本就触犯规定，安心等着被叫走就好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就来找你算账。有人要上门威胁，他身上可能带有危险物品。收到，马上来。我挂断电话，立刻拨大打电话报情况，把他威胁上门滋事的经过如实说明。他被依规定留置调查期间，他母亲好几次找上门来，哭哭啼啼求我撤诉。我只觉得荒唐至极。我快步进屋，关上门，任由刘兰在门外哭喊叫嚷。没过几日，门口哭闹的人换成了王强的父亲。他不像妻子那般撒泼打滚，反倒提着大小礼品站在门口，衣着规整，面色和善，一副通情达理的长辈模样。我透过猫眼静静看着，暗自庆幸，还好早就劝爸妈去外省散心旅游，不然以老人家心软好面子的性子，被他这番客套姿态一拿捏，根本不好意思把人拒之门外。叔叔，我一个人独居，不方便开门待客，有话就在门外说吧。小雨，叔叔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我们全家都对不住你。王强年轻冲动做错事儿，现在也受到教训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计较。撤诉和解算了，没必要闹到两败俱伤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求还原真相，要他公开实名道歉，给我和家人一个清白罢了。叔叔知道你性子倔，这点小事是一点心意，你收下消消气儿。我隔着门冷眼看着，嘴角勾起一抹淡讽。父母轮番上门卖惨游说，全都被我一一挡回。我态度始终坚决，绝不接受含糊的私下调解，非要掰清是非对错，讨回公道。不公开示明道歉，这事永远没完。在我完整证据链和坚决态度下，官方发布通报，清晰公示王造谣抹黑、泄露私人影像、寻衅滋事等全部过错以及对应处分。被逼到无路可退，他只能妥协，拿着手写道歉书，满脸不甘地录制公开道歉视频。我王强对之前造谣抹黑、泄露他人隐私等行为，正式向李小雨女士道歉，向我正式澄清认错。风波渐渐平息，我的私信和邮箱终于清静下来。虽还有个别偏激网友仍在无端非议，但我早已看淡。
再也不会被流言左右情绪。我果断换掉工作，搬离旧住处，把父母接到身边同住，远离从前的闲言碎语，用全新的生活环境慢慢抚他们曾被网络流言刺伤的心。我们一家3口3餐4季，日子过得舒心自在。至于事后解纵的王强，只能说天道好轮回，半点都不饶人。再次偶遇，纯属巧合。那天我陪朋友去医院看病，走廊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，急诊入口忽然围了一大群人，吵吵嚷嚷，议论声此起彼伏望去，一眼就看见狼狈不堪的王强，几个身形高大的年轻男子和他激烈对峙，场面混乱，冲突一触即发。医院保安匆匆上前拉架，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众人勉强分开。驻足站在一旁，听着围观路人七嘴八舌的议论，很快脑清前因后果。王强后来经人介绍，和一位外地女孩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两家已经相约聚餐见面，偏偏他母亲生性爱无端挑事，见儿子快要成家，反倒心里别扭，故意在提间拱火找茬。阿姨，这汤稍稍有点淡了。就这么一句无伤大雅的话，刘兰立刻眼眶泛红，垂下眉眼，摆出一副受了天大委屈，被晚辈苛待的可怜模样。典型妈宝男的王强哪里受得了母亲半点受委屈，当场脸色铁青，对着女孩厉声呵斥，情绪失控间手臂一挥，带翻了满桌碗筷瓷盘，瓷碗噼里啪啦摔落一地，飞落的瓷片擦过女孩胳膊肩头，女孩平白受伤，不肯忍气吞声，当即拨通自家兄长电话。性子刚烈的兄弟们闻讯赶来，才有了医院门口这场对峙。我听完示威，只觉得无比讽刺，看着地上头发凌乱、满脸青肿的王强，只觉得满眼晦气，不愿多停留，转身径直离开医院。后来听熟人闲聊，说起王强，往后再也没能正经谈成婚事。这事现在小圈子里基本都知道了。但凡媒人一听是给王家说亲，全都找借口委婉推脱，谁都不肯把好姑娘往火坑里推。再加上他母亲极度恋子，见儿子对儿媳上心，就心生隔阂。这般家风品行，没有谁家姑娘愿意踏进门。经历过这一场纠葛风雨，我早已看淡婚恋嫁娶，人生圆满从来不是非要依靠男人才能定义，单身照样可以活得自由、体面、从容。爸妈也彻底看透王家人品，再也不催我嫁人，任由我随心生活，一晃安然单身到40岁。后来看着朋友家的小孩乖巧软糯，心底生出一份温柔牵绊。我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女孩，取名乐乐。小家伙懂事早熟，安静乖巧，眉眼软软，贴心的让人心疼。起初爸妈对我单身领养还有几分顾虑，自从看见乐乐坐在餐桌前，安安静静自己拿勺子吃饭，不撒娇不胡闹，不用大人哄喂，二老瞬间彻底沦陷。不出1天就一口一个宝贝，主动做起爷爷奶奶，把小家伙疼得放在心尖上，生怕磕着碰着，我心里满是知足。爸妈，我走了。自己赚钱自己花，自己买房自己住，经济独立，精神自由。节假日想出游，收拾行李说走就走，不用跟任何人报备，更不用看谁脸色，迁就谁脾气。这份自在从容，是将就的婚姻给不了的踏实。闺蜜时常劝我，还是组建个完整家庭吧，有老公陪着，晚年才有依靠，才有安全感。我只是浅浅摇头，笑意从容。真正的安全感，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，是自己给自己的底气。我经济独立，内心丰盈，心态乐观，把每一天过得踏实安稳，本身就自带安全感。更何况，如今我有乐乐贴心相伴。妈，你快看，这何尝不是最安稳的归宿，最治愈的幸福？我格外珍惜眼下的日子，也从不后悔自己每一次选择。人生道路千万条，不必非要按照世俗模板勉强凑合。就像当年婚礼上，我绝不会为了所谓体面忍气吞声。你王强凭什么用人情脸面、世俗礼教来道德绑架我？街边露天咖啡厅，暖融融的阳光透过玻璃落下来，洒在木质桌面上。空气中飘着淡淡咖啡香，我正低头翻看手里的工作文件，指尖轻轻翻动纸页，安静又惬意。李小雨，真的是你，太巧了，居然在这儿碰见你。他不等我应声，自来地拉开我对面的椅子，坐下，手里提着刚从菜市场买的青菜和鲜鱼，随手往桌上一放，俨然一副要跟我促膝长谈的模样。我看着他一脸的自来熟，却完全没印象在哪儿见过这个人。小雨啊，你是不知道我这些年过得有多憋屈。我娶的那个女人本就是二婚，还带着孩子进门，
平日里对我凶巴巴的，半点温柔没有，还处处克扣我的工资，把钱攥得死死的。现在更是过分，逼着我搬出去住，不肯好好在家伺候我爸妈，半点孝道都不讲。我静静听了许久，从他零碎的话语、熟悉的语气里，才慢慢拼凑出身份。你是王强？话音刚落，他立刻眉眼舒展，满脸欢喜。你搞清楚，我和你早就形同陌路，没有任何情分可言。想好好聊天，没这个可能。识相就马上离开，别在我桌边碍眼，不然我不介意把咖啡直接泼你身上。你都这把年纪了，脾气怎么还跟当年一样，又硬又冲？再怎么说，咱们当初差点就结婚了，这份情分摆在这儿，坐下来聊几句怎么了？情分？差点把你送进留置，你觉得很值得回味？这话堵得他脸色涨红，怒气冲冲站起身，胸口起伏明显。可他深吸好几口气，硬是强行压住火气，又重新坐下，摆出一副大度包容的模样。行了，我都懂，你这么多年不嫁人，就是心里还放不下我。嘴上硬气，实则一直在等我回头。虽说年纪长了几岁，但穿衣打扮、气质还在，我也不嫌弃你。你脑子是不是不清醒？我严重怀疑你日子稿子太糊涂了，连现实和幻想都分不清。你不用跟我嘴硬，你不结婚领养小孩的事儿，我早就听说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计较，早晚给你一个交代。等我回去就跟他离婚，你安安稳稳在家等着我就行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必须把领养的小女孩送回去。我们王家不接受没有血缘的孩子。往后你嫁过来就跟我搬回老家住，我爸妈年纪大了，要人贴身伺候。你把外头工作辞了，安心在家操持家务，孝顺老人。每个月我给你500块买菜过日子，逢年过节再多给100。你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。我已经够大方了。我听着他满嘴荒唐离谱的安排，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，心里暗自叹气。今天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偏偏撞上这么个自我感觉良好到极致的妈宝男。不等他继续啰嗦，我直接拿起手机，当着他的面按下000。在他瞬间蒙圈、满脸错愕的眼神里，我拿起他桌上的手机，拨通了他妻子的号码，把他刚才10几分钟的荒唐言论一字不差的复述。你可以过来把人领走，剩下的你们私下慢慢解决。电话那头瞬间炸了锅，刺耳的怒骂声透过听筒清晰传来。王强吓得腿都发软，脸色惨白，浑身僵硬，一副懦弱怕事的模样。我轻轻按下免提，任由听筒里的怒火回荡在戳边。不用想也知道，等他从这里被带走，家里还有一场避无可避的争吵和教训等着他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只能祝你接下来几天过得热闹幸福一点了。我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大快人意，不用想也知道，等他从这里被带走，家里还有一场避无可避的争吵和教训等着他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只能祝你接下来几天过得热闹幸福一点了。我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大快人意。咖啡厅玻璃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力道大的门框上的风铃叮叮当当响个不停。一个中年女人大步流星闯了进来，40出头模样，皮肤因常年操劳略显粗糙，眼角爬满细密细纹，可一双眼睛亮得像2家簇火苗，气场凌厉，自带一股不服输的韧子。他站在门口，目光像雷达般快速扫过全场，瞬间锁定我们这桌，脚步踩得沉稳有力，径直朝这边走来。带着不容置学的气场，我下意识往后靠了靠椅背，心头闪过无数猜想：是王强的亲戚，还是他妻子误会我牵扯其中，要来跟我对峙算账？谁知他走到桌前，一眼都没看我，伸手一把攥住王强还亮着通话界面的手机，啪的重重拍在桌面上，紧接着双手撑住桌沿，微微俯身，居高临下的盯着缩在椅子里的王强。王强根本不敢抬头对视。你刚才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，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再原样说一遍？王强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不停哆嗦，眼神慌乱，四处躲闪，左看右看，就是不敢对上女人的目光，像个被抓包犯错的小孩，半个字都憋不出来。哼，怎么哑巴了？刚才在外人面前规划的不是挺痛快、挺理所当然吗？离婚，送走孩子，回家伺候你爸妈，1个月500块打发人过日子。来，接着说，你不是自认很大方吗？
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怎么来？我在菜市场辛辛苦苦给你爸妈挑鱼，你爸要鲫鱼，你妈要鲈鱼，我两头奔波，忙得脚不沾地。结果手机一响，就听见你在外面跟别的女人计划离婚再娶。你是不是打从心底里觉得我天生好欺负，任由你随意拿捏？我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坐在一旁静静看着，心底五味杂陈，一边由衷同情眼前这个被婚姻耗尽青春、受尽委屈的女人，一边又不得不承认，看到王强这副怂包窝囊的模样，心底格外解气。忽然，女人转过脸，目光直直落在我身上，我心头微微一紧，做好了被迁怒、被误会的准备。毕竟在外人眼里，我很容易被当成牵扯进他婚姻里的人，说不清道不明。你就是李小雨吧？我叫刘春花。直白点说，就是嫁给王强倒了8辈子霉的倒霉老婆。你当年没嫁进我们家，真是逃过一劫，烧了高香。我愣了一秒，随即伸手握住他的心，他的手心粗糙坚硬，布满常年劳作磨出的厚茧。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我鼻尖莫名一酸，既为他半生受尽委屈而心疼，也为自己当年果断抽身，没有踏入同一段再来一杯热饮而满心后怕。谢谢你刚才给我打电话，真的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永远不知道他说我二婚带孩子，被他暗地里教起我算计我的。可没人知道，我代地里说我这个儿子根本就是王强亲生的。当年我剖腹产坐月子，他妈处处挑剔刁难，他从头没替我说过半句公道话。儿子从小到大都是我打3份工，咬牙拉扯大的，奶粉钱、生活费全靠他。王强出过1分钱吗？尽过1天当爹的责任吗？他诉说这些过往时，语气异常平静，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可偏偏这份波澜不惊，更让人心里发堵。真正的委屈，从来不是哭天抢地，而是眼泪早已流干，只剩麻木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及时止损，彻底放手？怎么没想过？日日夜夜都在想。我总抱着幻想，总觉得再熬一熬他会长大，会懂事，总以为日子久了他能看见我的付出。可熬到现在，本性依旧自私，妈宝毫无担当，半点都没变。你不知道他妈私下怎么威胁我，他说我要是敢离婚，就叫他儿子1分抚养费都不出，让我带着孩子在外头孤立无援，熬不下去，简直蛮不讲理！凭什么随意拿捏你的人生和孩子的合法权益？你这话跟我心里想的一模一样，我姐妹也都劝我，就是没你说的这么直白痛快。那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说到底还是卡在钱上，我攒的钱全贴了家用，他的工资卡被他妈攥着，我连密码都不知道。我怕是只能净身出户，可我想通了，穷点累点算什么，总比伺候一群白眼狼强。刘春华，等一下，整理证据需要找人商量，随时打这个电话。他接过名片，眼眶泛红，点了点头，小心翼翼地塞进裤袋，转身快步离去。不久，刘春梅就带着儿子搬进了电子厂宿舍，日子虽简单，却让她松了口气。每天下班，看见儿子看公婆台灯下，听丈夫抱怨，强上100倍。离婚协议签不签？王强死活不肯，他舍不得刘春梅那份稳定的工资，没了这笔钱，家里的开销根本撑不住。刘春梅也不纠缠，收起协议书，安安心心上班带娃。小雨啊，求你劝劝王强媳妇儿，让他回家好好过日子，一家人哪有解不开的疙瘩？叔叔，是他不想好好过，你儿子根本不配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打住！你儿子当众伤人，持刀上门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就一个巴掌拍得那么响？我好言好语，求你别不识好歹。巧了，我向来不会顺着别人的心思识好歹。你儿子当年造谣网暴寻衅滋事的记录还在，你这把年纪犯不着再给自己惹麻烦。李姐，王强同意离婚了，孩子归我，抚养费我不要，图个清静。我文化不高，想麻烦你帮我写篇实情，把王家的事儿说清楚。
别再让姑娘跳火坑。我答应了。夜里，我对着电脑敲下所有经过，不煽情，不夸大，直摆事实。文章发出去后，反响彻底臭了。网友们扒出当年的通报，王强的道歉视频，顶着个家风不良的名头，往后再想找合适的人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刘兰托媒人说亲，人家一听见是王家，纷纷推脱。王父不甘心，又来公司堵我，刚要劈头盖脸指责，我掏出手机，指尖悬在000拨号键上，他瞬间记声，狠狠快瞪了我一眼，步子又快又细，没了半点往日的底气。那天晚上，我收到刘春华发来的视频，我心目中的超级英雄是我的妈妈。镜头一转，刘春华笑得眉眼明亮，背景是宿舍，简陋的白墙，贴着一排奖状和母子合照。妈妈，小哥哥的奖状好大呀！小哥哥很棒。窗外的路灯映着树影，摇曳间，我想起书中写的那句话：守住底线，及时止损。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此刻听筒里传来刘春梅和儿子的笑声，身边是乐乐软乎乎的小身子。这样的日子，安稳又踏实，足矣。几个月后，刘春妈在电子厂转成了正式员工。她做事麻利又肯吃苦，很快被提拔成小组长。发工资那天，照片里她牵着儿子站在新租的小房子门口，两个人笑得格外灿烂。又是一年春天，我带着乐乐去郊外踏青，他举着一朵小花朝我跑来，妈妈，送给你。阳光落在他脸上，笑声清脆。我蹲下身，把他紧紧抱进怀里。手机恰好响起，是刘春梅发来的消息。他儿子考上了重点中学，恭喜啊！我们都越来越好了。我笑着回复祝贺，随后牵起乐乐的手，沿着开满野花的小路继续往前走。人生不是只有婚姻这一条路，敢于离开错的人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才有机会走向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而我，也终于活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模样。